哎呀，大胖媳妇和他妈在成都干起来了。You don't eat anything. If it wasn't a watermelon, you'll die. Too spicy. Jamie, Steven, Mulholland, that's enough. 完了，你奶你爸干起来了。这特不错。温蒂中国行第2站，我们来到了成都。温蒂他们仨吧，就非常非常挑食。我说你们这样来成都可有点遭罪。温蒂说我不挑食，我只是有些东西不喜欢吃。我说你不喜欢吃啥呀？他说我不喜欢吃动物的血、动物的内脏，除了土豆以外，所有的蔬菜、葱花、香菜等配料，以及所有辣的东西。结果到了成都，第一道菜毛血旺。怎么说呢？刚才温蒂说的今生所恨，尽收眼底了，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吧，只能说是应有尽有。他问我张彩明，你说实话，这菜是不是临时发明出来针对我的？他说动物中他只爱吃鸡，我让厨师辣子鸡做个微辣，但上来还是这样的。温迪问为什么只有辣没有鸡，我说有鸡不太辣，他说太辣没有鸡。我跟外国人关于辣子鸡陷入了无稽之谈，这就导致来到成都之后，他们仨啥也吃不了。我们一起吃完饭，大胖媳妇老得领着他妈再去买鸡块、薯条、土豆泥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乐山大佛景区，去的时候吧还挺开心，背了一大包东西，怕孩子饿着晒着，想的可周全。但是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矛盾了，景区附近吧全都是川菜，大胖媳妇还特意给他们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和京酱肉丝，但是温迪他们依然觉得辣，吃不了。我还问我说你怎么定义辣呀？微辣、麻辣、变态辣哪个算辣？温迪说我觉得蒜末、葱花、黑胡椒等算辣。于是12个人一桌，仨不吃，本来就挤，气氛十分尴尬。我不要听你们都打桌吧，打桌吧。温迪就问大胖媳妇你就不能给我们找点我们能吃的吗？大胖媳妇说我特意给你点的菜，那2岁男婴和坐月子的都能吃，你咋不能吃？再说就因为你们所有人来到四川，放着川菜吃不了，去快餐店陪你们站着挖土豆的，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？母亲。然后温迪就生气了，哎妈，乐山大佛都没有化解俩人的矛盾呢，完生气了，他俩像没事似的，我有点着急，我好像总觉得就是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作为主人我有点上火。大胖媳妇说这有啥上火的？你当年去加拿大的时候，那些加拿大人请你吃的糊土豆子、炸土豆子、烤土豆子等加拿大菜的时候，你也没有预期说那不行，我到这儿别人得领我去吃中餐，得吃小鸡炖蘑菇。我一听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他们不适应也不是我的问题，我也不上火了，不管。然后过了几个小时，温迪就有点忍不住了，就主动来跟大胖媳妇示弱了。我并不是一个刁钻的人，只是从土豆子到毛血旺，我也需要一点时间。我跟大胖媳妇说，这折腾一天，其实你妈也挺用心，给全家带的这理肤泉 B5 修复霜太准确了，晒红脱皮问题修复的又快又好，没有酒精，像扎铁脸上这样厚厚敷一层，15分钟后擦干净就行，脸上身上都能用，在家出门都备着，像敏感泛红、干燥起皮等等皮肤突发问题都能用。娘俩暂时算是破冰了。然后我发现温蒂他们挑食这个问题哈，其实也好治，就跟小孩似的，他不吃你就饿着他，你别心软，2顿饭之间别给零嘴，饿到位了自己就好。果不其然，下午3点33分许，温蒂花3块钱买了个淀粉肠，嘴硬说是给孙子买的，其实让他吃，让他吃。温迪说你也得理解，我们是外国人，我们天生的味觉和中国人就不一样。大胖媳妇指了一下张大铁说也不一定吧。张大铁向我家的外国人发出了他的警告：外国人的狂野和松弛不适用所有人，并且不能没有底线。我们出去旅游之前，张大铁的老师就跟我沟通过，说这孩子吧啥都挺好，就是过于胆小谨慎了。那春天都到来1个月了，班里就他一个孩子非要穿秋裤，还得穿俩，你少穿点吧，张大铁。不行，早晚凉，早晚凉。我一听我也觉得张大铁啥都有点太像小老头了，我觉得他吧要是能和俺家那些虎了吧唧的外国人中和一下就好了。我就劝他，我说张大铁，你看你爷爷奶奶他俩60多岁了，活得比你都年轻，你呢能不能也跟他们学学，活得年轻一点，虎一点，轻松一点。然后我们就去旅游了，到了三亚，我们住的酒店有个大泳池，半夜3点我公公布兰突然要跳水，啪嚓一声给张大铁都崩醒了，张大铁以为他爷要自尽呢。第2天到了海滩，布兰就跟拿铁说，拿铁见到水就得跳，往水里跳的一瞬间是最爽。拿铁跳。张大铁思虑再三，他爷他奶看张大铁落水哈哈大笑，说哈哈哈哈哈，太好笑了，没事拿铁你不冷吧？看你也不冷。到了猴岛，他爷告诉他，拿铁跟猴打招呼需要激情。张大铁决定，那我也试一下。张大铁是真够努力去融入他们了，就连这几个老外非要跟张大铁比吃冰，他都硬着头皮加入了。这个拿铁不行，我怎么不行呢delicious. 哎呦我的妈Yummy. 妈妈，咱们这么吃还是会拉稀吧？结果不到5分钟，真拉稀了。为什么我吃完能拉稀，外国人不拉稀？是不是也拉到裤兜里了？我就是不吃。到
到这儿甚至都还好，但是下一件事踩到张家铁底线了。这出门旅行啊，孩子会出现各种情况，要准备的东西可太多了，之前就很头疼。还好有京东，现在京东母婴一站搞定。推荐京东宝贝趴，每满200减30，新生儿尿裤免费送，奶粉28天新鲜直达，为亲新生儿奶瓶只要49。那啥事儿这么严重，踩到了张家铁的底线呢？我们回到北京，乍暖还寒之时啊，这一家人带张家铁出门之前，就非要一起围攻他，不让他穿秋裤，让他加入他们一起穿短裤。这些外国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话术。拿铁只要上身暖和就行了，腿是感受不到冷的。张家铁对他们的歪理表示很质疑，我就说，要不咱就试一次呢？秋裤妈给你带着。于是裤衩帮出发了。关门不太冷。这家百货，他们要是不等他们穿棉袄干哈呀？他们说腿是感觉不到冷。他说啥说啥，我腿感觉冷。哎，我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个外国赘婿和我家长辈真实的相处模式吧。咱先说他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不会捧臭脚，不会拍马屁。比如我爸毛笔字写得好，老在家里练字儿，我大胖媳妇看不懂，不但不夸，还老在旁边捣乱。我爸从右往左写的国泰民安，他从左往右看的安我爸写了个知足常乐，他拿个字典查了一下啥意思。我也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爸写了个上下5000年，我也可以。这还不算啥，前几天我爸突然想看香山红叶，我们一家几口人就去爬香山去了。到了香山那个晒呀，给雪人都快晒化了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越爬越疑惑，就问我爸说：“爸，咱到底来看啥来了？”我爸说：“你看这满山的是啥呀？”我老公说：“人呢？你来领我看人来了。”我爸说：“咱们一直在看的是枫叶呀，你们加拿大也有枫叶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啥别的叶啊。”我爸说：“那你看过枫叶是红的吗？”我老公说：“那你看过我们的国旗吗？我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看枫叶，还不如看人呢，看人呢。”我爸这时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我老公还不叨。哎爸，你那什么，你当年不是铁岭高考的地理状元吗？你们铁岭高考只考铁岭地理呀？我说这事我教过你，当时在铁岭的时候，我妈写了个7言绝句，你当时说你不会夸，听不懂，记不住，我教的你。拍马屁，拍马屁，领导写诗不用记，他到韵脚你提气，夸完格局夸立意吗？你不当时学会了吗？他说那是拍马屁，现在是属于拍霸屁，理论上不是一个拍法。我说是老人就得拍，遇到长辈拍一拍。他说那这个词儿设计的就有问题，也不是拍马屁，也不是拍霸屁。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应该叫拍老屁，拍老屁。但是我爸就要继续爬，我老公说：“哎呀妈，太晒了，你去我老丈人回家。再说你不怕晒黑吗？明天连涂带抹后老贵，暴晒一天整7岁。”我说我不怕呀，我有克莱因维斯精华。你们看我上次出去玩回来晒啥样了？评论区全过来说我展示黄种人能有多黄。但是我不生气，我今天把脸连整了2支，肤色又回来了。7天连用3支，因为没有涂脖子，现在脸和脖子不一个色儿。它就是确实是不便宜，不过呢贵也有贵的道理，也确实没有平替有它这个成分。它是法国制药大厂出身，就药都能做，护肤品就是轻松拿捏，所以很难做到的浓度它也做到了。而且它是独立刺抛，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。前边说的都是缺点，咱说他呢也是关心老人，他有他的方式哄老人开心，但就是他的方式呢有点费老人。我姥81了，被我老公偷偷约出去4次吃冰激凌。我爷也81，这2年老了稍微有点忧郁。我老公去铁岭狗市给我爷买了一条袖珍萨摩，想勾引他没事出去遛狗晒晒太阳。但是这只花了450买的袖珍萨摩呢，它是个假货，承诺的是袖珍萨摩可装袋，结果半年长到了1.2米。我爷根本拽不住这狗，经常被这狗拉趴里。现在就是袖珍萨摩遛我爷，我爷出门穿钉鞋，所以说81是道坎儿，是有讲究的。然后前几天又轮到我爸了，我老公要和几个外国朋友去露营，非要带我爸。我爸说我60了，折腾不动了。我老公说老丈人你得要点强啊，老丈人60折腾不动。我爷79那年换了3个女朋友，葬礼上前女友来一车，组团来的。你60只能是中年人，我现在属于青春期。然后就非让我爸去嘛，我爸以为露营是个多高端的事儿呢，最后就去了。结果到了地方没有饭吃，自己生活，钻木取暖，露天厕所。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寒风中套着军大衣，瑟瑟发抖，等着面前还没有烤熟的土豆子。我爸就问他咱干啥来了？我老公说吃苦啊，你以前吃过吗？我爸说也没吃过别的呀。你领我来吃苦，就好比我领你去看枫叶。枫叶那玩意儿，你小时候天天看，苦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天天吃。我过了19年这样的苦日子，读书给我改变的命运，现在因为你这个独子又都改回来了。